大家好，我是妞妞。有很多朋友问我减肥效果怎么样啊，然后减掉多少斤啦，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推荐呀？其实我在做这个视频之前呢，我就考虑这一期视频呢，我就想出一个关于我最近减肥成果的汇报，还有就是一些方法的介绍。不过我刚刚收到了这个官方给我的邮件，说是想让分享一下疫情期间在家里都做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尽量少出门这样一个邮件。所以我想呢，在这个 YouTube 上做一个这个分享，然后看看大家能不能对大家有没有所帮助，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点新的爱好或者乐趣。因为最近呢，我新养的三盆花。是那个无意间碰到他们，然后把他们领养回家了。我觉得其实可能是缘分。虽然他们不是刚领回来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健康，但是慢慢的养了几天，我感觉还越来越好了。我觉得生命力还是非常顽强的，而且也蛮漂亮的。我想分享给大家，最近我在家里都做了些什么。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这三盆花和我怎么养护它们的。噔噔，看看我的这盆花，紫背浪竹鱼。哎，这样看看，这个叶子很大的，比我手还大，比我的手还大。看，紫背的浪竹鱼，还比较漂亮，感觉很好。这是刚买回来的，很漂亮吧？刚买回来有点蔫，然后现在呢比较活跃了。这个属于竹鱼科，然后比较好养。洗水，不是特别洗水，正常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紫背浪竹鱼，我在其他商店看的话是30块钱一盆啊，30块钱一盆。这个是我们邻居拿回来给大家的，特别的便宜，2元一盆。然后我买回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的，在家养了2天了，挺精神的。然后我还没有给它换盆，这还是小盆子。还是小盆子呢，盆子还特别小，没有换大盆子，等到再养2天再换大盆子。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点蔫，然后今天深圳的天气比较热嘛，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还有点蔫，暴晒，拿回来浇了很多水，然后现在比较好了，比较漂亮。看看漂亮不漂亮？浪竹鱼，好不好？这儿还有一个花苞，好像是就开过花了已经，但是我买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花苞了，已经开谢了，这个开谢的花头。这个花呢是马蹄莲，但是大家可以看见这个马蹄莲，
品相不是太好了，那有点干了，叶子什么的也干了。然后花呢，这个花还是好一点儿，这个花还好一点儿，然后这些花都残了，这个也残了。那马蹄莲是生活在沼泽地带的花朵，所以呢，它特别喜欢潮湿和阳光。这几天深圳的阳光不是很好，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浇水可能是不够多。不过我刚买回来的时候，它都已经是这样的了，现在好了很多了。买回来的时候，它这些花全都坏了，裂开了，可能是运输途中坏的吧。不过我觉得它蛮好的，然后植株特别的大，你看它这个植株特别的粗，然后还特别的大，我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就买回来了。这个也一样，也是2元一盆，基本上就是白送吧。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些都还不错，然后就把它买回来了。花型还挺好看的，而且颜色还好，是吧？等现在这个比较小嘛，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那个变大了以后，颜色就会淡一些，但是淡了以后也无所谓。这个花的花蕊还行，你看这个花的花蕊是黄色的，蛮漂亮的吧，蛮漂亮，慢慢缓吧。这个花还是先不要剪它，把这个花剪掉了也不好，这样容易感染。然后现在又没有那个专用的那个药，现在先不剪。它里边我这个蕊可能还没长出来，然后这些花都这个叶子也残了，我也没有修剪，先不剪，先让它慢慢缓苗。等苗缓好了以后，然后再给它换盆，然后再那个什么，再给它换一漂亮的盆子，大盆子。这个就是他们拿出来卖的时候，这有一个小盆子，这个盆子太小了，基本上就是能保证它的正常生活，但是不是豪宅，我得给它换一个豪宅。我就爱看这朵花，真娇艳，长出来好漂亮。每天早晨起来我都能听到鸟叫，因为我家外边有大树，然后那个还有这些鲜花，感觉确实很好。植株还挺大，有很多颗，能分出很多颗，估计能搞2盆，2盆没问题。这个花也很漂亮，也是2元钱买的，就是现在有点那个了哈，有点那个蔫儿了是吧？不是太好了。这个也是我一起买回来的，这盆白麦椒草。它就是钻石翡翠吊兰。我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钻石翡翠，后来我想想，可能是因为它绿吧哈，翠绿的啊，应该是这样，比那个绿萝什么的更脆。但是钻石呢，钻石是怎么回事呢？不过它挺应景的哈，我是搞珠宝的，然后相关，跟我这个相关。不过我买的时候没想这么多，回来想了想还挺逗。然后这盆的话也是，我觉得挺大的，植株挺大的。不过它这也有一定的受伤，看当时我买的时候，我就见到它这儿有坏的叶子，破的，被踩了压的。这2天我给它浇水，还好了很多。这个花儿对这个湿度啊、温度啊都没有太大的那个就是特别多的严格要求，基本上都可以。只要是勤浇水，然后不能说太勤啊，只要是湿了就浇水，然后别那个什么，别积水，跟普通的花也是一样的，只要是保持湿润度，然后还不积水就没问题。你看这儿，对，就这儿伤的特别严重，然后干枯了这个叶子。不过这些都很棒，确实是翠绿的，非常漂亮。这盆花的话，我准备把它放在那个阳台或者是卫生间，我找一个好的地方把它挂起来。这属于吊兰。然后现在呢也是，它的盆子也是特别的小，这个是买的时候就附的这么一个盆子，还好一点，比这个小吧，比这个叫什么啊？比它的盆子大多了，这个还行。不过我还是要养一养，回头也给它换一个豪宅，换一个大一点的。
然后买一点花土回来，最近花土没有，然后买一点花土，把它们都培养好，先培养好，然后再拿花土填充一下，换一个大盆子，换一个漂亮点的，都好漂亮啊，好棒，叶子真漂亮，绿绿的，对，好漂亮。然后这3盆花，这3盆花一起6元钱，就是属于白送吧，是不是挺好的，挺漂亮吧？这是我们家的新成员。看看我这盆绿植，这个绿植是我之前在花圃买的，是一盆非常非常普通的，就是用来点缀颜色的这么一个绿萝。然后我觉得这盆花吧，开启了我的这个养绿植的这个旅程。看啊，这盆花现在长的虽然没有说大爆盆吧，但是还可以，长得还比较健康，没有什么虫子。绿植这一块的话，像绿萝，还有刚才那个翡翠，那个钻石翡翠都非常好养。就是它没有什么病虫害，顶多有的时候有一点小虫，然后咬那个叶子，然后你稍微施一点药，然后就好了，或者是弄一点化学的东西自己兑一点，就是平时食用这些化学上面的这个食用物品，然后兑一点这个叫什么驱蚊剂啊，或者驱虫剂啊，完全就是刚刚开始养花的话，我觉得可以从绿植开始养。像这种绿植你养完了以后，你不用太打理，你看我这个就没有怎么特别的浇水，它这个叶子的话，有时候喷水啊，有时候干一点了，你就给它来点水。你看现在这个花土是这种，看啊，我们找一个花土能看到的地方，这儿吧，来，你看这个花土啊，现在还特别的湿润，花土特别的湿润，然后没有干，没关系，这个时候你就不怎么用浇水，像这个绿萝。当然我这个绿萝的水分不是太大，因为它这个盆子有点小，然后那个我也准备给它换一个大盆，想一起养。它这个盆子是我当时买回来，这个盆子就这样，我就一直没有换。然后我也想给它买一个豪宅，跟那个几个一样。换了大盆以后，我可能会把它分开，因为它这个已经相对来讲爆盆了，所以我把它分开几株，多分几个盆子。如果没养过花的话，从这种绿植开始养也是非常好的。其实养花来讲的话，如果不是什么名贵的花种的话，基本上就是注意这几点就可以了：湿度、温度，然后还有就是透气性，就这3点，然后完全就没有问题了。还不错，我觉得这个绿萝，慧天天跟我说啊，你这个花长虫子啦，已经有大洞啦。然后我每次检查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现，我可能发现1片或者2片。他还特别愿意给我这花浇水啊，对，他说这儿就是坏大洞的，我觉得这不是，这应该是怎么着伤害到了，所以裂开了，好像不是，你看不是虫子吃的吧？因为它没有缺嘛，它就是裂开了，坏了。可能没发育好，这片叶子还蛮漂亮的，还挺好的这个绿植。你看它已经拉藤出来了，这藤还是比较长的，慢慢的就会越长越长。看完这个视频，您有没有养花的冲动？疫情期间，如果您在家没事儿，您可以养试试。像我这个花呢，就是我们邻居拉到楼下大家去选的，也可以放在家门口自己拿进来，或者快递，网上的快递很方便，而且也很便宜。这些花苗拿回来以后，稍作照顾，一般它都能活下来，很不错的，看得每天生长很漂亮。如果您也像我一样，之前的时候养什么死什么，没有养过一盆花能活下来的，那我告诉您，我是怎么改变这种状况的。首先就是
花土，您看我现在拿这个花土，里边就是粗细搭配，还有保湿的成分，就可以放一些粗椰糠，还有细椰糠，还有一些保湿的珍珠岩。这样的话会让花土透气性好，然后锁水性也好，还有就是它不会烂根。这样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话都没有任何问题，你怎么养护都可以，除了病虫害以外。所以说大家购买花土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花土是不是符合上述几种要求，或者有很多花土是专门为一个科属的花量身定制的，这样的就更好。然后主要买花土买好了，然后水分控制好，阳光控制好，基本上都没有大问题。当然了，如果遇到特别难缠的病虫害的话，这个也有针对的药，完全是在这些花草专用的这些药品里都可以选到的，这个没有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您要不要试试呢？现在疫情期间在家里可以试试养花，看看能不能爱上这项活动，然后或者能不能从这个活动当中得到很多快乐，您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不如看完这段视频就去试一试吧。